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恒成立的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例题3例题3和前两个例题又不一样了。已知函数 f(x) 这是一个二次函数，而且没有参数，挺好。g(x) 这是一个对数函数底数 a 大于0不等于1。对任意的 x 要注意它的措辞，任意的 x2属于3的5，存在x1属于负的3/2逗1，使得 f(x1) 的值 x1 在这儿取值，带到这里去，得到的这个值存在这样的值小于它，它呢是 x2是任意的取值得到这个范围，它一定要小于它不是说所有的存在 x1属于它，那个取值是任意的。所以大家想一想，这句话在说什么？在说它在这儿取值有这样的值一定是小于它，在那个范围内把所有的值都取了，任意的值它都是比它小的。所以呢，我只需要做到这句话总是有我取了某一个值比你的值要小，所以这句话翻译一下，也就是一提议可知，一提议可知 f(x) 你的最小值一定要小于 g(x) 的 f(x1) 的最小值一定要小于 g(x2) 的最小值你取了所有的值，我总是有比你小的值，总是存在 x1，使得它又比它小了，所以要求它的最小值比它的最小值要小。一提议可知，我们把它翻译成这种形式以后，那么接下来的题，接下来我们就好做了。接下来咋做呢？ f(x) 它是确切的二次函数，负 x 的平方减去4x 加6，它呢不能够实质相乘，我给它配个方吧，方便我找对称轴。负的 x 方加上4x，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加4，负 x 方负的4x 负4加6，那我就得加10。所以它是负的 x 加2的平方再加10，开口朝下的抛物线对称轴就是让二次项系数等于0 x 等于负2。好了，那么我可以把它的图像勾勒出来，这是 x 轴 y 轴，这条直线就是 x 等于负2，它是对称轴。开口朝下 x 取0的时候呢 y 是6，和 y 轴交于0到6，那我就从这儿起笔，大概是这样的抛物线。这样的抛物线它的 x1 是落在负的2/3，负的 1.5， 这是负2，说明这是负1，这是负2，负的 1.5 应该在这儿，负的2/3到1上来取值，这是一个单位，到1取值。我们看图像保留了哪部分呢？负的2/3，负1、负2，负的2/3到1，图像保留这样一小段还有这个点，还有这个点，所以它相应的 y 值呢就落在它们俩之间。x 取1的时候，1加2是3， 3的平方是9， 10减9它是1。x 取负的2/3加上2是4/4，所以呢它是1/2， 1/2的平方是1/4，它是4/40减去1/4，它应该是这个是负的2/3加2/4，这是1/2。
1/2的平方是1/4，1/4它是40，40减去1/4，所以它应该是39，它的取值范围应该是39。我不需要找到它的最大值，我只需要找到它的最小值。所以 f(x1) 的最小值就被我找到了，它是等于1的。那么 g(x) 它的 g(x2) 它的最小值呢 ？g(x) 啊，这个函数，它是对数函数。底数 a 我只知道是大于0，并且不等于1的，我不知道它咋单调，所以我就需要分类讨论。第一种情形，当 a 大于1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对数函数它是单调递增，它的图像穿过10，向右上升趋势，左下方和 y 轴无限的靠近。x2 在哪里取值呢 ？x2 在3到5之间取值。图像保留这样一小段，这是 B 区间，显然取3的时候最小，所以在 a 大于1的条件下，我的 g(x) 有没有最小值呢？有，它就是 g3，它就是 log 以 a 为第3。我要做到 f(x) 的最小值比它的最小值要小。f(x) 的最小值是1，它要小于 g(x) 的最小值，小于 log 以 a 为第3。那1是什么呀？把它也变成对数的样子，1是 log 以 a 为底 a 的3次方，3倍的 log 以 a 为底 a 是1。它是 log 以 a 为底 a， 底的对数等于1，底数是大于1的数，人家是单调递增的，对于对数函数来说，它的 y 比人家的 y 小，说明 a 是小于3的。还要结合条件，我要把条件也加上来，它不仅小于3，而且还要大于1，所以 a 的取值范围，第一种情形的取值范围我就找到了。第二种情形，当 a 大于0小于1的时候，那么我的这个对数函数底数大于0小于1，单调递减，图像是穿过10，下降趋势的。3在这里，5在这里。x 在3到5之间取值，图像只保留这么样一小段儿。它有没有最小值呢？有最小值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我的 g(x) 它最小就是取5的时候，所以带到它的解析式当中，就是 log 以 a 为底5的对数。依然要做到f(x) 的最小值要小于它的最小值，也就是1小于 log 以 a 为底5。1呢，我还要把它变成对数的样子，它就是 log 以 a 为底 a， 所以是 log 以 a 为底 a 小于 log 以 a 为底5。对于对数函数 y 等于 log 以 a 为底 x 来说，底数大于0小于1，它是单调递减的。这个对数比它小，那就说明 a 比5大。a 又大于0小于1 ，a 又大于0小于1 ，a 又大于5，它们俩是矛盾的，它与 a 大于0小于1矛盾，所以不可能取到，那么这种情况就射掉。所以综合起来我就找到了 a 的范围，它是开区间1到3。好，这是也是一种恒成立的问题，成立的问题它是给了2个函数，一个是任意的取值，你在那儿取值，我总是有我存在，我有比你小
你随便取值我都比你小，我的最小值要比你的最小值小。好了，这又是一种题型。好了，这节课呢我就讲这一个题型啊，大家回去要好好消化消化。下节课我要继续讲另外的题型。